2024年将有机会暴跌抄底，该布局哪些必成百倍？哪个赛道会先涨？不管你认为2024年是牛顶，还是2025年，不管你认为比特币会超过10万美金，还是30万美金，不管是币圈一路上去，还是存在深度回调，再次低价上车的机会，共识都在于，过完2023年的春节，就要梭哈为大牛做准备了。除了比特以太，更多人还是想要抓住可能最后一次加密货币超额收益的机会。人生彻底翻身，那就势必要去找到10倍标的，甚至100倍标的。这样的标的一定是有的，熊市都一堆100倍币，甚至 Pepe、ORDI 这样的10000倍币，无非是在于你能否低价持有，能否持有到高价卖出，你是否要采用这种比起简单投资比特币、以太等龙头更加辛苦的投资方式，行言到底是否有意义？因为大牛来了，什么都会涨，如何寻找到这样的标的？有什么标准没？找到这样的标的，是一次性抄底或者定投进去，还是分不同板块轮动前投入进去？本视频将会解答这些问题，并不会直接展示财富密码，后续也会展示一些，但不会太多，毕竟这只是我的理解和分享。首先，该选择哪种方式？是简单投资还是行言投资？10倍、100倍币，在大牛会雨露均沾，各个赛道都会有机会。因此，较为稳妥的方式是分仓投资，各个赛道都提前埋伏。而大多数人一般埋伏的是龙1、龙2，这从稳健投资的角度问题不大。一方面博得了加密圈的高收益，一方面平衡了项目归零或者黑天鹅的风险。还有最好的一个便利，就是不需要做深入研究，跟着市场买就好。打开币安，各个赛道的市值前2名买起，然后等1年到1年半，就会有福报。而且，相比大家都听过很多金融理论都提到，与其自以为聪明的买高收益股票或币种，还不如直接选择市场已经给你筛选出来的标的，能够进入龙1、龙2，说明已经有市场共识。并且长期来看，只有这些币才能穿越牛熊，而那些热门一时的币，可能已经不见踪影。以上的逻辑有一定合理的地方，但这对本金有限、渴望在一轮牛市就彻底翻身的人，以及那些迫于个人生活压力或者地缘危机，渴望换个生活方式的人来说，前面的方法显然不够用。另外，以上的逻辑建构在一个前提，就是关注确定性，认为通过跑出来的市场共识才有投资确定性，尤其是要穿越牛熊，那更是只有少数赛道的龙头才能做到。大多数项目要么归零，要么难以再回上一轮牛市的荣光。但是我们干嘛要穿越牛熊呢？我们就不能只争朝夕，赚个半年到1年半的牛市趋势的快钱吗？我们回顾下上轮牛市开启以后，有哪个赛道的哪个币种能在分赛道排名前10，甚至前15的，在牛市归零或者没怎么涨过的呢？我找了一圈，发现没有。而我们打开上一轮牛市的100倍币种，能看到大部分都不是本赛道的龙1、龙2。前2天我还在看某些数万粉丝的博主，对铭文赛道的表达依然是冷静观察，基本面价值不大。或许加密圈这个小赛道，完全照搬传统金融成型的理论，还是有很多不适用的地方。下一个问题是，行言到底有没有用？曾经有个朋友是矿圈大佬，年纪轻轻，身价数千万，稳重淡定，自带抗噪音功能。他的眼中，聒噪的大会交流毫无意义，深度行言更是没有卵用。对于懒人或已经是资金大佬的人，就采用分散投资龙1、龙2就好。行言对他们没有任何价值，用赛马来选拔标的即可。对于想要资产收益超过10倍，甚至几十倍的人，行言可太有用了。没有行言，即使分散投资市值前200，蒙中10倍以上的概率也不会超过10%。没有行言，即使蒙中了10倍以上标的，你也很难拿到较高位置，因为你不了解它的内在价值。没有行言，即使拿到了10倍以上标的的结果，也没有充分利用资金，因为资金最好的投资方式
是提前预判板块轮动以及标的利好时间点，从而做到随板块轮动而先动。虽然行言并不能解决以上100%的问题，但以过往的经验，精确性达到70%是可行的。那么10倍币标的会来自哪里呢？100倍币又会是什么标准呢？首先，两者没有绝对区分，但有一个大概率的划分。10倍币一般是发挥出色的老币种或熊市诞生的币种，由于项目方持续的运营，在本轮牛市不仅能够收复熊市的跌幅，还能由于运营水平的全面升级，加之一些微创新，甚至超越上轮牛市。100倍币一般是熊市末期、牛市初期诞生的币种，没错，就是最近新出的标的。由于较低的估值，以及在赛道或技术或营销模式出现了较大创新，进而基于现有的估值和价格，获得了100倍的增益。至于具体的标准，这里只给出一个逻辑上的大体方向。无论是10倍币还是100倍币，都很难有 BTC、ETH、XRP 等老币种的影子。原因一方面是熊市跌幅没有90%那么多，因此也很难有10倍的增幅。再一个就是体量较大，即使有颠覆创新，比如以太的分片、扩容，但爆发力依旧不如新币种或者新赛道。当然，我们要找的不是说非要整10倍或者100倍，两者没有泾渭分明，而是说大体有2个不同投资标的选择的极端，很多的标的都是在2个极端之间。再有一个问题，把握100倍币和赛道是否有关系，有没有优先级？前面已经讨论过，在牛市周期以内，100倍币的种子选手也很难出现归零的币种，因此安全性、稳定性和龙1、龙2其实差别不大。所以我们就只从收益率的角度来排列下次序。首先是创新赛道，热度很高的新币种，或者还没有发币的币种，比如 L2 的 Starknet。其次是创新赛道，已经验证可行的最新币种，或者还没发币的币种，比如 Sol 链上的 Sols。再次是创新赛道，已经验证可行的熊市发的币，并且 FDV 低于1亿美金的。当然这个更低点更好，但也不能过低，过低代表基本面在各方面都没得到认可。还有一个角度，就是和该赛道目前的龙头对比，市值是龙头的20%以内的币种，比如铭文赛道的 TERT。再来就是非创新赛道，但项目本身有创新的新项目，可能还没有发币，比如 DEX 领域的 COW。接着就是非创新赛道，熊市跌幅较大，有创新的老项目，比如 Gomevi 领域的 Gala、公链的 Sol。最后就是非创新赛道，熊市跌幅较大，没什么创新，或者停留在口号上的创新，但项目方一直在运营的项目，比如存储领域的 Fuel。至于其他赛道4平8稳，就难以做期待了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投资标的是否有个时间的优先次序？前一个解决的是投资级别或者仓位的优先次序，现在聊的是时间的优先次序。固然在牛初就分散布局，各个标的相应都能拿到较低价格的筹码。虽然有板块轮动，但是 A 板块暴涨， B 板块大概率也不是原地踏步啊，只是涨多涨少的问题。但是如果各个板块有一个基础仓位以后，适当的根据预判的板块轮动来有仓位的倾斜，无疑是可以将资金最大化利用。想必最近的小牛，你就能感受到，先是比特，然后是铭文，接着是 TRB 等预言机，再来是 Sol 生态，以及新出的公链 C、TIA， 接下来到了游戏的 BitTime 等爆拉，最近就又回到铭文赛道。如果适当的调仓，总收益是会更高的。那么明年的板块轮动，现在有没有一个模糊的正确呢？也是有的，请看这张图。预计明年 ETF 通过的话，那么首先 ROR 赛道会首先有波澜，接下来坎昆升级配合 Starknet 发币，先是以太系以及2层有爆拉，接下来就要炒其他类别的公链，比如模块化的 Tier 或者垂直领域的公链。
跟着就是2024年4月的减产，相信铭文会再次伟大。2024年6月，很多大制作的 GameFi 即将发币，那时候应该会诞生诸多类似 Build Time 这样几天暴涨数十倍的游戏币。我们的团队已经在为此布局。2024年7月，基于持续的 L2 功能优化以及 DeFi 本身的创新到位，在一次的 DeFi Summer 会在上半年相对滞涨的状态下开始爆拉。本视频解答了牛市投资山寨，无疑是对小韭菜更优的选择，有相对的安全性、稳定性，未必低于龙头。既然投资山寨是更大收益的选择，要能找出百倍币，还能给到仓位优先次序的依据，同时结合宏观的叙事进程，还可以对不同时间选择不同仓位有提前安排，获得更高收益。基于行研基础的山寨百倍币，不仅能让收益变得更高，还能让你把投资品拿得更稳。毕竟你会很清楚标的的真正内在价值，从而支撑你拿到牛顶。以上是本期的内容分享，感谢你的收看。